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苏丹局势恶化，中国出动海军撤侨，美国政府为何不组织撤侨？苏丹当下的紧张局势其实就是内战，冲突的双方皆为国家军事力量，一方为苏丹县政府领导人、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领导下的政府军，另一方为达加洛领导下的快速支援部队。而冲突的直接起因和表现是快速支援部队对总统府、政府军总部、电视台等目标发起进攻，并试图将其占领，夺取国家政权。因此，从本质上看，这就是一场正在进行的军事政变。面对苏丹局势的恶化，各国开始撤侨。为保护中国在苏丹人员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统一部署，解放军4月26日紧急调动在亚丁湾护航的军舰奔赴苏丹，开展转移撤离行动。截至目前，已有1100多名中国同胞从苏丹安全撤离，其中包括香港特区居民。中国是苏丹内部冲突爆发以来有组织撤离人员最多的国家。不过，谁也想不到，在苏丹有着1.6万人的美国，在大张旗鼓地动用军机撤离了不到70名外交人员之后，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，目前没有计划组织撤离那些仍被困苏丹的美国公民。白宫发言人明确地强调，不要指望美国政府组织撤离，建议他们就地避难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找了个理由称，他相信绝大多数在苏丹的美国公民都有双重国籍，所以大多数人不想离开。这一论调激怒了滞留苏丹的美国人和他们的家人，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，痛斥美国国务院几乎没有提供过任何援助。早在4月22日，美国宣布驻苏丹大使馆关闭，3架载有海豹突击队100名队员的直升飞机飞抵苏丹首都喀土穆，仅用不到1小时就撤离了全部约70名使馆工作人员。对此，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巴斯洋洋自得的当局表示，保证我们所有外交人员的安全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依靠我们的军事同事的能力。接受 CNN 采访的美国人伊马德对此大为恼火，他不理解为什么其他国家都能确保疏散本国公民，而我们却为70名外交官的顺利撤离叫好。美国的反常表现令人非常奇怪，为什么这一次美国政府会如此不顾美国公民死活呢？这不能排除美国需要更多的美国公民留在苏丹发挥作用的动机。早在去年和前年，美国就对苏丹局势深度插手。美国非洲之角问题特使费尔特曼曾前往苏丹首都喀土穆，警告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，不要对监督民主的过渡政府采取任何措施。美国大使曾警告苏丹，如果继续履行与俄罗斯的协议，让俄罗斯在境内建军事基地，一切后果自负。美国这话是因为苏丹与俄罗斯达成了一个协议，允许俄罗斯在苏丹建立军事基地，最多可同时停泊4艘巡洋舰。接下来，如果被美国政府有意滞留在苏丹的上万美国公民因为内战出现伤亡，美国政府是不是就找到了出兵苏丹保护美国侨民的理由？这才是奥妙。由此可见，这一次苏丹内战的幕后主使就是美国，目的在于推翻苏丹政府，培植自己的傀儡政府，控制苏丹，阻止俄罗斯的军事基地落地，并看看有无机会长期驻军苏丹，进而将苏丹的第一经济伙伴中国的诸多公司从苏丹驱逐出来，控制地中海与印度洋的唯一通道红海。这真是哪里有战乱，背后一定是美国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